嗨，我是君宁，欢迎来到我的写字教学频道。今天我们来解答一个超多人会遇到的问题：为什么我怎么练字还是写不好？别担心，问题不在你身上，而是你可能没有搞懂背后真正的原因。今天我就来分析5个最常见的写不好字的原因，看你中了几个。第一个原因就是基本笔画没有做好。许多人在写字的时候，一心想把字快速的完成，所以没有耐心去好好的下笔。因此，在基本笔画运作的时候，没有去做好起笔、收笔、转折，所以笔画看起来会有点虚，不够扎实。另外，在笔触的部分经营的也不够细腻，写字就很像盖房子，笔画就是地基。地基不稳，要怎么漂亮呢？我们先简介几个比较基础的部分。那我们就来书写基本笔画，分别是横画、竖画、撇画跟点画。我们首先书写横画的部分，从左上到右下先轻顿，接着往旁边拉，然后再轻轻顿一下做收笔，像这样。那我们接着继续书写竖画咯。竖画的运作可以利用纵线当做辅助哦。我们从上方先顿一下，然后往下沿着纵线走，写的跟纵线一样直。然后呢，再把笔快速的离开纸，像这样子下方会有一个尖尖的感觉。那另一种竖画的书写呢，先顿一下往下，在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以顿一下的方式结束。好，所以2个竖画在结尾的地方，它的粗细会是不一样的。接着我们看撇画，撇画从上方顿一下，然后行走之后收笔，慢慢离开。好，离开的太快速，结尾会有点尖，所以保持一个均匀的速度，慢慢离开就好。接着我们再看短撇，短撇顿一下往旁边撇出，顿一下往旁边撇出。那么点画的部分，上头是尖的，下头是圆润的，所以一开始下笔的时候力道先放轻，轻轻的往下，再施一点力气，像这个样子，就可以做出好看的点了。如果大家对基本笔画有兴趣做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在留言栏处跟我反映哦。另外，你也可以透过留言栏处的连结，下载免费的基本笔画电子字帖进行练习哦。那么，我们如果重新书写一下画面一开始书写的景字，把每一个笔画的部分都确实的去做好，那么书写出来的静字就会呈现很不一样的状态。如果你能够把每个笔画的摆放以及每个笔画的书写都做出它该有的状态跟模样，那么字体前后的对比差距会非常的巨大哦。你可以试着放慢书写的速度，就能感受到认真经营笔画对一个字有多么大的影响哦。接着更重要的观念来了。那么第2个写字不好看的原因是结构没掌握好。有些人写字笔画会写归会写，但是字一写起来就觉得不协调，感觉字体有点歪斜，重心不够平稳，笔画没有适当的伸展，这些都是属于架构的问题。要抓好字体的架构，有非常多的原则可以应用。那我们就用画面上的文字来让大家感受一下结构的神秘之处。首先我们看第一笔的横画，横画调整成微上扬的感觉，让字体不再呆板。上扬的横画是让字体姿态优美的秘密。接着第2笔的竖画，直直的往下写，让字体能够挺直。第3笔的撇画，撇出略带一点弧度。第4笔的点画要注意长度，要缩在这边的这一道隐形墙，避让右侧的部件。
隐形墙的概念让左侧的部件笔画不会去影响右侧部件笔画的摆放。再来，横画的部分略微上扬，竖画的部分继续笔直，撇画的部分穿越这道隐形墙，伸到了隔壁的木字的下方。刚刚左侧部件的点画缩在隐形墙这里，就是避让的观念。那么现在右侧的撇画穿出隐形的墙，这个是穿插的概念哦。再利用穿插的概念，让左右两个部件可以结合得更加紧密。接着我们再下一笔的点画，上方的部分我们记得撇跟点都不要写得过于长。接下来部分火字里有撇跟捺，撇捺必须要长长的伸展开来，去形成字里的主笔，延伸字里面的其中一个笔画，制造字体里面的焦点，这就是主笔的概念。主笔可以让一个字体字形更加的优美，避免呆板的现象。接着火部的第一个部分是点，点画往上挑，接着顺势撇下来，再来竖撇的地方，我们先竖再撇，然后捺画的地方长长的往下延伸。当撇捺在下方时，我们会书写成撇高捺低。以上横字的书写应用了许多的诀窍，所以你看看这个横字写起来是不是让人家觉得特别的美呢？所以字体在书写时一定要运用架构书写，才能快速改善字体哦。架构观念真的非常的重要，每一集的影片我们都在努力带给大家有关架构观念的分享，很希望这些观念能够协助你改善自己的字体。如果频道的影片有帮助到你，欢迎帮君令按赞热推影片，让这部影片或是频道其他的影片被更多的人看见哦。另外，你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握笔姿势哦。第三个写字不好看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的握笔姿势哦。握笔姿势非常重要，好的握笔可以帮助在运笔的时候流畅的进行，在笔画书写的时候，手指头能够适当的施力，所以你可以尝试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握笔姿势哦。那我们握笔的时候可以怎么做？现在就来示范给大家看。首先，你可以用你的食指跟拇指轻轻的捏住笔，食指接触笔杆的位置大致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我贴红点点的地方，而拇指接触笔杆的位置大致会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握笔时，用这两个地方去轻轻的捏住笔，食指、拇指轻轻捏住笔，让笔杆轻轻的放在这个山形之上，跨在这里。笔头的位置朝向大约是11点钟方向，笔尾的方向朝着大概是4、5点钟的方向。食指、拇指捏住笔之后，其他几个手指头我们就轻轻的往上慢慢靠上来，像这样轻轻靠上来。手掌的边缘轻轻的靠着纸，开始试着运笔做书写哦。当我们在用新的握笔姿势书写时，刚开始一定会相当的不习惯，这是正常现象哦。因为毕竟我们使用错误的握笔姿势已经太久了，我们必须重新训练自己的指头去习惯一个新的握笔的方式。练习久了，你就会发现这样子的握笔姿势可以帮助你在运笔的时候更加的轻松哦。大家如果想要看详细版的握笔教学，连结我一样放在描述栏处，大家自己点来看。调整前面3个部分后，就要开始持续的练习。第4个写字不好看的原因，君令得说真心话，那就是缺乏耐心。很多人练字呢是3天晒网，2天捕鱼，写2、3次就想要放弃，或者是有那种想写1次就能写好的想法。其实写字是一种肌肉的记忆，
真的很需要靠重复练习哦。不断的练习可以帮助你有朝一日下笔写字就能得到别人的赞美。频道中的朋友啊，你是否已经有收到这种他人赞美的惊喜呢？欢迎和我分享哦。要如何抽出空闲时间来练字呢？第一个要给你的建议是，不用等有空，而是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来进行哦。等咖啡的时候，你可以拿出笔记本写个2行字。上课间的空档，你也可以写几个自己常用的字。开会前的几分钟，也可以练一下签名或是常用的笔画。我们在书写不用求久，要让练字的频率经常出现，自然的遍布在生活中。你也可以把练字当成是一天里面最棒的静心时刻。播个轻音乐，泡杯茶，让笔尖在纸上移动的声音变成是一种放松的节奏，让练字把生命变得更美好吧。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字更进步，留言栏处我整理了几个延伸学习的练习资源，里面有完整练字课程的参考资料，给想深入学习的你参考。大家可以看看适不适合自己。很多15日美字养成班的学员都说，真正的进步是在有系统之后才开始的。今天的分享就像一株小小的火苗，希望引出你心中渴望改变字体的熊熊烈火，朝着心中理想的自己快速前进吧。请在留言栏处写下我真的想改变字体。这句话就像一个小小的叮咛，不断的在提醒你，改变需要付出，勤加练习，有天必定开花结果。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更多的学习资源，请参考留言栏或描述栏处的连结。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拜拜。